如果你生活在5300年前的成都平原，你会经历什么？在我们所有的故事展开之前，我们必须要明白一件事情，那就是古蜀文明和所有的上古部落氏族社会一样，是一个融合式的文明。比如我们都自称炎黄子孙，炎帝和黄帝本来就是两个不同部落的首领，只不过在长期的征战和融合中形成了一个部族联盟，而联盟的大首领呢，则是禅让制。就是因为在这个融合式的部族联盟当中，有各种各样的部落，比如有人就说虞舜出自于东夷族，夏禹出自于羌族和戎族等等。当然，这样的不同部族的相互融合，才形成了我们今天的华夏民族。这华夏这两个字的解释很多我个人呢更喜欢有些考古学家的解释，听起来更科学一点。这华字呢我说的不是华字是华这个字的概念，实际上出自于仰韶文化。仰韶文化广泛分布在从甘肃到河南西部的黄河中游地区，而夏这个字的概念则出自于河南二里头，跟夏朝有直接联系。对照之前的神话传说，华夏实际就等于仰韶文化，等于炎黄部族。而同一时期呢，还有大名鼎鼎的东夷蚩尤部落，虽然他们打输了，可是实际上他们所对照的是山东的龙山文化，那也是现在组成中华文明的重要部分。仰韶文化和龙山文化在陕西、山西、河南地区交汇融合，形成了我们现在的华夏文明。那这时候就有人要问了，今天不是说古蜀国的2000年历史吗？怎么开篇就讲了一大通华夏民族的事儿？因为我们今天所谓的古蜀民族和华夏民族一样，也是一个合化的民族，或者说是一个部落联盟。甚至越来越多的考古发现表明，古蜀部落联盟当中，其中非常重要的一支就是来自于西北陕西地区的仰韶文化。那我们就把时间拨回到5300年前，沿着汶川茂县往东，出了龙门山脉之后有两条支流在成都平原交汇，一条叫石亭江，一条叫鸭子河。在公元前3300年的某一天，一群衣着怪异的人出现在了两条支流之间形成的平原上，而这群人的到来预示着两条文明线将在这个叫做十方桂园桥的地方交汇。桂园桥遗址是迄今为止在成都平原上发现的年代最早的人类活动遗存，并且其中有大型建筑的影子，说明在上古时期这个地方曾经是整个区域的经济政治中心。考古学家发现这个遗址中存在着两种差异明显的文化面貌，其中年代比较早的17出土的器物，文化面貌接近仰韶文化晚期。而在从西北地区到成都平原的岷山山脉、岷江和白龙江流域呢，也发现了类似仰韶文化的器物。因此可以推断出来这个最早出现在成都平原上的人类遗迹，应该就是来自于西北的仰韶文化的一支。先民们跨越秦岭，顺着岷江和白龙江流域南下，穿越岷山山脉，来到了成都平原定居。而这个推断呢，也正好符合了古籍的记载。华阳国志和蜀王本纪上都写的有说第一代古蜀王蚕丛氏居于岷山的石室之中，但是由于山中的环境条件恶劣，于是蚕丛氏就率领的部族一路向东，来到了成都平原上居住，并渐渐的与当地的部落融合。而且呢，因为蚕丛氏部族的力量比较强大掌握了比较先进的生产工具，渐渐就成为了成都平原上的主导力量。因此我们可以认为，古蜀部族联盟的第一任大首领，或者呢叫古蜀王，他就是蚕丛氏。可是这个蚕丛氏在岷山之前又是从哪来的呢？他不会凭空出现在岷山的石头缝里吧？那不成齐天大圣了吗？华阳国志上说这三皇五帝当中的皇帝为了多生孩子，于是呢就娶了蜀山氏的女子，生了个儿子，就是五帝中的帝喾，然后又把帝喾的一支后代封到蜀地，视为侯伯，这不就连起来了吗？黄帝部族所代表的仰韶文化中，一支先民从陕西地区南迁，经过岷山的时候呢，就形成了蚕丛氏，然后到达了成都平原，成为了古蜀各部族联盟中的最大的一支。这个时间段大概就是公元前3300年到公元前2000年左右。而在这期间，他们的经济政治中心也在慢慢的转移。那他们转移到了哪儿呢？来，我们来看一看刚才提到了一条支流鸭子河，我们继续沿着鸭子河往下走，看到了什么？没错，三星堆。于是公元前20世纪到公元前16世纪前后，古蜀地区的统治部族变成了百冠氏。关于百冠氏的资料并不多，我们之前曾经说过这个部族崇拜的图腾是一只鹳鸟。那在这段时间呢，也算是一个过渡期，因为接下来我们就要进入到一个非常重要的历史时期了，青铜时代。
三星堆出土的那些造型怪异的青铜器，根据年代的设定基本上都出现于商中晚期，也就是公元前13世纪前后。这个时期的古蜀国也从新石器时代晚期跨入到了文明社会。古蜀国的统治部族变成了鱼凫氏。鱼凫氏的古蜀国实际上跟商之前一直是征伐不断的。虽然说史书上没有什么记载，但是在殷墟出土的龟甲卜辞当中曾经出现过征蜀的字样。那有仗可打，就证明双方之间是有交流的。所以在三星堆当中才会出现中原地区具有代表性的青铜器和玉器的造型，比如玉章、玉琮、玉圆等等。而在三星堆出土的祭祀器物也和典籍中的记载相对应，不管是在《华严国志》还是在《蜀王本纪》当中都有记载。鱼凫王得仙道，然后民众们呢为立祠祀之。关于古蜀国的祭祀礼仪和器轨造型的器具我们之前的片子当中都有解释，大家可以往前翻一翻，这里就不再多聊了。但是古蜀国和商的关系始终还是不好。于是在鱼凫王先去之后这继位的杜宇帝就参与了周武王伐纣的战争。与此同时还把都城从三星堆迁到了成都金沙。到了公元前6世纪前后，一具尸体沿着长江逆流而上，来到了古蜀国的地盘。这具尸体被捞上来之后居然活了，它叫什么呢？它叫鳖灵。鳖是王八蛋的那个鳖灵是神灵的灵，鳖灵。这个人的故事呢，咱们还得再往前追溯。刚刚我们就说，在最早的桂元桥遗址当中出现了2种差异明显的文化面貌。2种文化面貌之间虽然有着巨大的差异，但还是有很多传承和相似的部分。这说明在桂元桥这一支先民的迁徙过程当中，又受到了另外一种外来文化的强烈影响。于是呢，这一支仰韶文化融合了那一支外来文化，再加上为了适应成都平原当地的气候和生存条件，去创造出了三星堆的早期文化。那一支外来文化呢，就是广泛分布于长江中游地区的大溪文化。而且最重要的是有证据表明大溪文化也曾经受过仰韶文化的若干影响。那根据《华严国志》和《蜀王本纪》的记载，杜宇帝一看见鳖灵就特别喜欢他，于是直接封为宰相，治理国家，承担起了治理水患的重任，立下了大功。那这时候蜀王杜宇不知道哪根筋搭错了，他直接禅让了，于是鳖灵称帝，帝号开明。古蜀国传到开明帝之后的历史也基本清晰了，传了12世，到了公元前316年为秦所灭，古蜀国正式终结。我们结合考古发掘和古籍记载基本可以看得出来存在于中华大地上的各种古文明之间并没有那么严重的隔阂。比如仰韶文化和龙山文化融合，形成了我们所说的华夏文明；仰韶文化和大溪文化以及古蜀部落文化融合，形成了三星堆文化。大溪文化又深受仰韶文化的影响，大家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才有了今天我们的中华文明。那我们就是一个命运共同体。目前这些重要的遗址发掘面积还比较少，三星堆发掘了1%，桂元桥也只发掘了1%，金沙呢发掘了10%，还有90%多的地方没有挖。所以大家不用着急猜测什么，随着越来越多的文物出土，这个貌似神秘的文明面貌也会变得越来越清晰。我们拭目以待，拜拜。